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咱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何孟华议员、黄伟汉先生、李永平前副市长、叶元之委员、徐府副秘书长。好，川普到亚洲他先到马来西亚参加这个东协的这个高峰会，然后呢到日本跟高市早苗见面，是先见了天皇然后接着要飞南韩的庆州我们看到这个吉隆坡、东京、庆州，然后呢要跟习近平在庆州那边场外 APEC 的场边会了场边会议那好，我们先看在这个日本那他们一起去看棒球赛因为这个棒球赛有不少日本的球员了然后呢会议延迟那另外呢，川普发言又提到安倍，说安倍是我的好朋友那因为高市知道安倍是好朋友，说我是安倍的学生那他们谈的中间呢，对那种敏感议题其实并没有谈，就是礼貌性的谈那会谈而且呢，川普说相信安倍会对高市早苗就任首相感到高兴那另外呢，一直在打安倍牌所以呢，这个安倍当时到美国送了川普一支$3700块的金色球杆，那现在呢，高市把安倍的这个推杆然后呢送给川普说表示呢，你看这个安倍现在人不在了，球杆还在那另外呢，川普也开了个空白支票，说呢任何你想要的，任何你需要的帮忙，我们都会在那里那对高市来讲，这也是一个还蛮有力的背书了那另外呢，这个他们美日联盟说这叫黄金时代的协议那有2项协议第一个呢叫做黄金时代，内容不明确，说呢长度不足1页。第二个是讲稀土啦等等这些美国现在到处跟人要稀土那另外呢，这个会谈结束以后呢，说有2个协议但是呢，投资到底投资什么？因为呢，日本好像美国要求他投资$5500亿呢，要南韩投资$3500亿，到时候到底内容是什么？可能没有细节。那另外呢，高市也宣布他们会增加防卫经费因为呢，川普一直要求GDP 占多少 ，GDP 占多少，增加国防预算。我们看一下。川普周二一早9点半来到东京港区迎宾馆，高市早苗上前迎接，微笑握手交谈。这是高市上任之后首次与川普面对面会谈。他身穿米色洋装与白色西装外套，并佩戴珍珠项链。2人在日美国旗前合影。接着，日方安排由陆上自卫仪队以军礼迎宾。そし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進展に向けても日米でさらに協力を進め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闭门会议开始前，高市率先发言，他呼应川普就职演说，称日美将迎来黄金时代。而川普则呼吁日本增加国防预算，开展最强等级的美日同盟。I have always had a great love of Japan and a great respect of Japan。本场关键字还有已故首相安倍晋三。高市在政治路线上师承安倍，川普与安倍的好交情也是众所周知。这层关系果然拉近与川普的距离。安倍総理に対するもう長きにわたる友情に感謝をしております。He spoke so well of you long before we met。川高的共同话题还有棒球。高市透露，会议开始前还与川普一同观赏了由道奇对上蓝鸟的世界大赛第3战，才稍微耽搁峰会时间。And Dodgers is now having a 1-point lead, and we really enjoyed the match. 闭门相谈约40分钟，会议在上午10点半结束，2人签署文件。日本承诺将逐步实现对美投资$5500亿，白宫则发布声明，美日将合作稀土供应，应对大陆出口管制，意味浓厚。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最近是风光但问题是要风光多久？因为他的盟邦最近也渐渐的觉得说这家伙厉害，所以愿意推荐他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也越来越多因为表面上看真的不错你看这个通膨也没有起来而且华尔街高兴，但是 Main Street 是不高兴什么叫 Main Street？ 就一般老百姓的民意测验它现在是达到，尤其有关于经济政策的指标，它现在是达到空前最低点，所以代表老百姓的 Main Street 的主要街道是最低点，
代表有钱人的华尔街股市3个指标都达到空前最高。我上个礼拜去看，就跟你讲，这个礼拜可以买，都来不及了。你想大涨啊？那这样的一个国家 No.1， 全世界想强的国家的总统，把它搞成一个有钱人高兴，没钱人哀哀叫，这个算是什么领袖嘛？那说黄金时代，这黄金是假的，而这个时代到底要多久有问题？因为川普的时代是有任期保障，但是明年4月到6月就所有百病齐发，他就撑不下去了。高市早苗你是更糟糕，你没有任期保障的，你到底能够做多久？我觉得明年他就下台了，他能够做到过年就了不起了，因为他们2个意识形态是类似的，都右或者是极右，所以彼此看得顺眼，所以一路，你看川普从马来西亚到日本，其实是要经过台湾才对，因为我们不是国家，他不敢来，让他到日本，然后最后到韩国，一路都是爱面子。拍马屁，所以就松快，没有什么压力。真正的压力是跟习近平见面，大家要把这个做一个暂时性的了断，但是也没有关系。他幕僚已经在新加坡都讲好了，这个 framework 这个架构都已经敲好了。所以川普最担心的，你不卖的稀土，还有你不买的大豆，都暂时老共都说好吧，我稀土暂缓1年，我大豆下大单。这个川普就舒了一口气。不过这个川普这个人实在是很奇怪。其实如果只有站在我自私的角度我也不反对川普，你知道吗？川普股票都赚钱了，川普帮我赚了不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人不能这么自私，人不能这么兽性。你看，川普的施政是利用人最阴暗的兽性的一面。你知道一种人道仁慈仁爱宽容这个它是一点都没有，不但是0，而且是 minus。所以这样的兽性的领袖统治一个兽性横行的 No.1 的国家，这个是很黑暗的。所以主持人，如果你有股票，明年4月卖掉一半。好了，老沈应该开一个股票的课。我在查资料，巴基斯坦现在推荐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前2天那个柬埔寨要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些拍马屁不，这些国家拍就算了，连高市都出来要推荐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日本是大国呢。我看将来联合国通过决议算了，说这个瑞典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要推荐要提名川普。赖清德为什么不推荐？这个不花钱的，赖清德怎么不敢推荐？他不敢，你知道？我觉得赖清德应该推荐川普跟习近平一起拿。你看这高差不高差，对吧？看到这个川普跟高市早苗会面这么高兴，而且呢，他们还迟到了5分钟因为一起在看棒球是这个大赛。那当然，这次棒球我觉得很令人惊艳的，确实是。日本的棒球明星呢，在美国的发展大放异彩我觉得这种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他突破了一个大家本来觉得说亚洲人是不是那个体格上没有办法跟那种人高马大的白人或者是那个运动能力特别强的黑人竞争没有想到这次这个日本的那个投手我觉得真的了不起他可以玩疯。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觉得美日的领袖呢找到了一个共同性那就这一点呢一定是会让他们的气氛变得很好。可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2个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高市早苗推荐那个川普拿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我就真的感觉到历史何其荒谬高市早苗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上，他所代表的呢是日本的右派势力，而那个右派势力呢，一直到这次他在跟他组联合政府的这个维新会在谈判的时候呢，连能不能去靖国神社参拜都要变成是一个议题，正式拿来讨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这一派的政治传统呢，他所继承的就是当年发动这个
本来只是侵略啊，这个中国跟周边的国家，后来延伸到变成2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关键的政治力量哦，日本的右派军人。那这样的人呢，在战争上是被美国打败。而且美国打败呢，还在人类历史上呢是落下了一笔，就是说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原子弹就竟然就发生了。那这样的情况的2个国家，今天在那里说我们是要黄金时代未来，然后你真的就觉得历史相当的错乱，尤其是现在的日本的这个首相，他们并没有真诚的面对这个历史，他跟德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德国是你不管谁当选了首相呢，你一定要对纳粹时代道歉，对犹太人呢说当年这个集中营杀了那么多人道歉，一定要采取一个很反省的姿态。可是日本没有啊，日本的右派呢始终强硬，教科书呢也不能够说日本当时呢有哪些残虐的地方。那这样的情形呢，刚才在搭配，我觉得刚才沈大佬用了2个字，我非常的欣赏，叫做兽性。我觉得呢，现在就回到那种很原始的时候的那种我们觉得人类讲求文明、人性啊。各种的这个慈善、同理心什么的进步，讲了那么多年，可是呢，你回到那种很原始的兽性的时候，那就是大家比手腕、比 power、比能力、比那个武器就是谁越有那个谁就说了算。那这种状况底下，大家不觉得美国在此刻得到了一个非常右派意识形态的首相，然后呢，他特别的乐意在军费上不断的增加，不断的上扬，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啊！这并不是一件令人觉得说我们区域因此得到了稳定，各方面得到了好处的事啊，不是啊！至少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没有过100年呢。对不对？至少在这个过去100年来，我们大家还有很多印象深刻，还有很多的史料，还有很多的时候跟大家讲，并非如此啊。可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却好像要很乐观其成，要很祝福这件事情的发展。我觉得人类真的相当的荒谬。休息一下回来。好，那么美国跟中国在吉隆坡谈判了哈，他们说气氛还不错了哈。那中国方面说会购买美国的黄豆，而且本来要管制稀土的呢，再晚1年就晚1年慢慢拖就没了哈。那另外呢，美国呢是说贸易战休兵延长但是我觉得老美还是蛮厉害的，就他答应的都是根本没有发生的比如说我要是抽你100%的关税，我要，但是并没有发生嘛。我要301，川普到这个亚洲之前说要寄301来调查中国那现在301可能不寄出来，根本还没有发生嘛。所以美国讲的都是他吓人的，但没有发生的。然后呢，我现在就拖延啦，我不做了。中国都是实质的要买黄豆稀土本来中国真的是管制好吧，这个推1年啦所以呢，你看川普说，哎呀，301也不见得要调查了，根本还没有这个301调查嘛。他出国以前才讲的，说我们要调查他301，现在说不调查了他有点买空卖空，我觉得那另外呢，《纽约时报》说这个川习呢，就中国跟美国回到贸易战前的关系那另外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喊话说，川普不要出卖台湾说呢，如果习近平要求反对台独，不要同意因为美国是不支持台独那大陆呢是反对台独，所以呢，大陆可能说你干嘛什么不支持跟反对不就一步之遥等等其实我认为对川普来讲什么反对不支持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他随时就全部看他连财政部长到吉隆坡谈完都说，哎呀，将来会怎么样都完全看川普，这些部长也不敢自己做决定那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我们
政策没改变，那是国务院啊。川普会怎么样？你真的不知道啊。那另外呢，新华社发了一个叫中台文，变成什么中央台办的这个代号吧，说呢，如果你们台湾认同两岸一家人，我们就可以坐下谈了，因为他现在不谈了，那这个两岸一家人就可以谈哦。当然他文章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啊，他说只要两岸都是认同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所以不是只是一家人哦，你要是中国人一家人哦，就可以对话沟通哦，然后呢，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凝聚共识啊。好，那么民进党会不会同意承认？当然不会了啊。那另外呢，他已经连续3天写文章，10月26、10月27、10月28。那10月26是说台湾问题怎么来的？第二个呢，两岸关系的发展跟现在形势对统一越来越有利。然后呢，10月28号，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挡的呢就会遭殃啊。那另外呢，那统一以后呢，谁来管台湾呢？就是爱国者治台啊。那现在香港也是爱国者治港啊，所以呢，爱国者治台啊。那另外呢，这个张五岳教授是说呢，未来几个月是两岸交流的机遇期哦，说他做了几乎革命性的变革，改变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也有媒体是说呢，他现在开始加强促统了，5年内可能就会有动作。我们看一下。《华尔街日报》最新社论以习近平给川普的台湾考验为题，提及习近平将诱导川普弱化对台支持，但呼吁川普本周有机会拒绝习近平的要求去出卖台湾，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那母国会担心川普放弃台湾吗？不会。因为我们台美的关系非常的稳定，完全没迟疑。而这次台湾 APEC 代表团出访的还有他，杨珍妮和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将一起出席双部长会议。只是外界更关心杨珍妮，因为也是关税谈判代表之一，有没有机会场边跟美方多互动？台湾在今年 APEC 也有一些倡议，特别是我们在不管半导体、AI 还有这个数位科技上呢。台湾能够贡献。有关没有答，或许因为 APEC 场面混乱，有没有机会很难保证。不过外交部也把目光转往推进和欧洲国家合作。来，孟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川习会呢，目前感觉达成了现阶段一个双方都可以满意的结果。那跟刚刚主持人说的也许呢，美国是用一个买空卖空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呢，美国其实一直以来呢，最主要目标呢，我觉得川普他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呢，他们就希望呢，能够继续主导世界秩序。那这次的贸易战呢，虽然打了这么久，但现阶段呢，应该是一个双方都还算可以满意的结果。那现在大家会好奇说，会不会把我们台湾当做一个筹码？但是我认为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知道的，美国他们想要主导世界秩序，其实不只是在经济上的，在区域上面，他们还是把中国呢视为是一个区域上面非常重要的威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呢，川普其实跟高市呢在谈的时候呢，也谈到说呢，印太战略这个安倍那个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战略方向呢，两方呢会继续往这个方向来前进。在印太战略中呢，台湾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如果呢在印太战略里面呢，放弃台湾、出卖台湾，整个的战略其实出现非常大的一个破洞的。所以呢，台湾呢，与其说是筹码，不如说呢是美国跟中国两方都要互相争夺拉拢的对象。台湾不只是在战略上面呢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半导体上面呢，为什么一天到晚大家会害怕说可能台积电被美积电等等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在国际上面也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呢，不管是美国或中国呢，双方呢对于台湾呢的到底会偏向哪一边，大家都非常的在意。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其实手段也不一直在有更多的手段嘛，像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介入了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就是希望呢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拉拢台湾。所以呢，我觉得呢，台湾呢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自信，我们在国际定位上面呢是有一定的受到国际的重视。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太加的轻忽，觉得说我们好像呢就是可能会成为哪一个国家可能被利用的样子。我们必须要保持自信，但是在区域的威胁上面跟各国谈判上面，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自信跟利益拿出来，而不是呢跟着大家来走。那我觉得讲回来说，那个刚刚林佳龙那个说法说，就是回应了那个中台文这篇文章，他说
一家一国，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习近平在2019年告台湾那个同胞40周年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一国两制、一中各表已经不见了。当一中各表都不见的状况之下，你的一国一家难道必须是郑丽文的同是中国人才有办法跟中国来沟通吗？当中国没有开启一个沟通管道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跟中国沟通？我觉得这是中共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来，我看。每一个人都在做选择啊！每天早上起床啊，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我们台湾的民众，1996年我们开始开放人民一票选总统之后，我们台湾好就中华民国的2300万人跟香港跟大陆的这个民众，对于自由民主的感受，还有言论自由，其实我们的要求不太一样。那你说香港现在也很好啊，对不对？香港也有一样这个在维持这样重要的生活，可是台湾很多人看了以后。这几年很多从香港来的，我几个工作团队里面有好几个就是很年轻，20几岁，他们从香港来的。我问他为什么来，他就说他希望是比较自由的生活，不是说在那边活不下去啊，只是生活上、言论上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要希望两岸能统一，他不是说告诉大家东方民族多漂亮，高铁很快，或者建设非常好，经济很好，或者是中国是一个强国就好了。我们当然知道是强国，这么多年在国际的组织、在联合国、在奥运的场合。我们就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们只能叫中华台北。所以2350万人在台澎金马，为什么会有些人愿意，有些人不愿意？这样是做选择。我相信这个就是软硬兼施啊。2027年大家怕打仗，那现在呢看起来呢，张五岳也意识到说可能会有很大的动作会吸引台湾的民众说，我们就一起统一就好了。前两天还有个什么所谓的回归 APP， 点下去就出力啊，当然好像是假的啦，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所以台湾民众也可以做选择啊。我会选择两岸可能走向和平统一，又或者是比香港的制度更好的一种这个新的一个状态。但是大家不要打仗。其实说实在的啦，我不知道对岸是怎么看的。在台湾不管是持任何的态度，蓝绿白也好，或是统一或者是独立，没有人要打仗。就算是希望台湾变成台湾共和国的人，他也没有要打仗。希望维持我们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也没有要打仗，是怕他打过来而已。但是怎么样能够取得民众的支持？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跟民进党是两条不同路线。民众党两岸的这个政策还没有到很完整成熟的论述，可能以后总统候选人出来的时候会有。那民众来做选择嘛？那以国际上来讲的话，其实高市早苗他也在做选择，他选择投其所好，让川普开心。好，送那个安倍晋三的球杆，跟他讲说我要推荐你。好，那为什么？因为政府可以推荐，国际法庭可以推荐，我们中华民国可能没有这个资格，或者是曾经有一些相关资格人才能够推荐的，所以他应该是用日本政府的立场去推荐习近平诺贝尔和平奖，明年1月31号。川普啦，川普，我讲错了哈，就是推荐川普去明年1月31号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投其所好嘛。然后5500亿美金的投资，然后签了2个协议，内容其实不是很清楚，黄金时代的协议跟稀土合作，就尽量配合他。那川普给这个高市的这个 feedback 是什么呢？这个以前安倍都有提到你哦，好，然后呢，这个我们会是最高级别的盟友，所以投其所好的结果，现在看起来目前就是宾主尽欢，这是一种方法。我们不一定要采取这个方法，但看起来赖清德总统就是走这个路线。所以呢，军购我们要提高，我们要买，然后呢，跟美国大量投资，我们要产业聚落，然后呢，也说川普应该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走的应该是跟高市早苗一样的路线，只是我们跟美国没有国与国的对等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场合去跟川普见面。继续再回来。